欢迎来到天平岛，我是岛，不是岛民的岛，也不是导弹的岛，是天平岛的岛。人类总说我这里是恋爱天堂，而我也不断见证着他们的爱情。初遇时，我第一个有好感的女生就是你。你会是我喜欢的类型。相知时，那你什么时候去啊？夏威夷？看咱俩什么时候去？可以啊。相爱那天，你要说什么？老公，我喜欢我们在一起吧。待会儿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跟他说清楚，就是我会把我全部给他。爱情真是个磨人的小东西。你对我有过心动吗？它是玫瑰还是荆棘？人家爱死你了呀！明天会怎么样？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吧，我觉得。我可以为了你放弃我现在的生活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小杨，分手吧。跟你说的话是很太重了是吗？对，太重了。想向你表白是好事情啊！真的是好事情。今天是他们在我这儿的最后一天，我将见证属于他们的最终抉择。要一起吗？我觉得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话，真的有让我蛮刺痛的。没有，我以为你给我表达是这个意思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表达这样类型的话了？我跟你说了一些话，然后你说小杨话不要说得太重，就说太满。小杨，你现在说的话虽然说是很美，很美。就算进行到线下，你觉得，好像我失去了那种冲动。我觉得张恩达也就是可能也不是我人生中最理想的那个目标，那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。你有那样子的想法，就是会让我觉得很恐怖。我是以为你是这样的想法。对啊，就是你能想到我，你觉得我是这样的想法，我也觉得很恐怖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往那一种境界去想。所以我说你是很理性的人，我其实不是。我就觉得你很理性。那就说明你还没有了解我呗，对不对？安达昨晚说的话，就让我其实蛮错愕的，我就想跟他谈一下我的想法，跟他再次确认一下。你觉得你对我的喜欢1到10有多少分？就是目前来看，就8到9分，还有1到2分是不确定异地的因素是吗？可能昨天之前吧，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就是你对我的喜欢可能感性和理性过半，就是各一半，没有一个感性比较突出还是理性比较突出。然后我对你的喜欢可能也是感性和理性过半，可能就是见面相处的时候感性会比较多，然后私底下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到你，但是就是会想一些理性的东西。但是理性的东西不是在消灭我对你的感情，而是我在想说要怎么可以让这段感情更稳固。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又突然发表那样的言论？其实就是哪样？你说的是哪句？你发表了还蛮多的。蛮多的，就昨天晚上的所有的发言都是偏向于一个90%理性的对啊发言。所以我很震惊。因为生活中还是要回归到那种状态的，所以我就怕你真的在岛上的情绪是很感性的，回到线下就是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是一个感性的人，这点的自我认知我还是有的吧。我当时觉得你的感性就是充斥了你的大脑，就是觉得 OK 我不 care 线下任何问题，但是你总是要 care 的。等你真正 care 起来的时候，是否会真的喜欢我，就是想让你想一下这个问题。可是在生活中也是有感性的一面啊，不是说生活中就只剩理性了。你说吗？生活中没有感性的那一面？有啊，生活中是感性更多吧？你在岛上还得理性的思考生存去留，生活中没有生存去留啊。你不爱了就不谈了呗，又不是会。不一样，我觉得在岛上的感性会更多一点。岛上的感性更多是因为它有这样的环境，对，去促使你生存去留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在乎生存去留，我觉得岛上的理性反而确实少一点。
你不可能有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没有异地的问题，他也会有别的问题。你总会有现实层面的问题，除非两个人是天造地设，但是大部分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场景。而且恋爱为什么叫做恋爱？它就是需要感性的支撑吧。如果只是理性的话，那就不叫恋爱了，那叫理财，那叫风险规避，对吗？对。我不想要规避风险。没有，我来到这里不是来规避风险，我不需要。我昨天就说了，就有点像那种，我去相亲，然后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人，我对他就是没有感觉，但是他就是什么条件都很合适，我没有一个拒绝的理由，除了我不喜欢你。你觉得我昨天回来只剩感性吗？我肯定也有理性的去冷静下来思考。你那一路1个半小时开回来，我1个半小时坐回来，我也在想啊。啊，我知道了。那既然两个人都这么顾虑，这么纠结，就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想要最坏的结果了，那还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就像你登山，你不是在山脚下一点点先登吗？登到半路上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想着继续登山，还是你到山脚看到那个山上太高了不去了，掉头回家？我就觉得我都已经表态了，我都已经告诉你我的想法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再继续的去犹豫不决这个事情？我真的觉得我读不懂他了，一天一样。不知道是不是昨天的剧本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没有，我当时是这样说的，我说异地的问题就是有很多解决办法嘛。那你说我是不是觉得莫名其妙的？对啊，所以我知道我错了嘛。我有时候话说的太多，就会让你引起一些误会。你昨天晚上那个 idea 就真的是让我差点从那个台阶上滚下来。你为什么不能听我在说什么呀？你脑子太愚笨了，就会想很多事情，就会想很多你讲这个话的出发点是什么。其实我们经常在纠结点，就是一直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，但是一直没有猜透对方是在想什么。在岛上结束也是岛下才是开端，就像那种电视剧的番外一样。你的电视剧里面有个结局，但是电视剧之后如果还要继续有生活的话，还是到番外篇。番外篇的话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对吧？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大家都说多听小杨的，我也认同小杨的说法。走了，再不走，真的是要在这待久了。其实我是很坚定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恩达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就是我们一直都有在聊天，然后一直也没有一个很确切的聊天结果，更像是就是感觉上达成了共识吧。哎，妍妍呢？妍妍都走了，大家都出去买礼物啦。哎呀，买礼物好难啊！过生日我知道送什么，这个告白送礼物还真第一次，从来没有在告白送过礼物，我真要晕了。人生第一次给男生告白，天哪！就买个戒指送给他们，直接结婚。我们现在要去买妍妍的定情物，Go Go。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也在准备给我的礼物吧，告白礼物。我还挺期待他给我准备什么的。
爱准备礼物的小女孩一枚，就是我会很享受那种给别人准备礼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屁股真的太可爱了，感觉这个告白前的这段时间，包括这些时间都是最难熬的，像考试一样，一个月听个几道，你成绩再好的学生，把所有题都做会了，万一就出了一道你也没碰到过的题。哪一个好看？我觉得就是多买一点，就总不能出错。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羊的挂饰，或是摆件，或者什么小物品。我不能买一个羊角吧？那也不对呀、买一块羊肉给他，他想吃羊腰，什么内脏？但这个就很不浪漫。这是你的内脏，要我做给你吃吗？好像也不是很正确。买个什么篮球，但是也不对呀。他喜欢游戏，那我总不能给他买一个游戏，然后让他去完全玩游戏，忘了我也不行。不然我给他送双球鞋，不行，他们说送鞋不好。不然我给他包个红包，说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，算了。哎呀，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哎呀，男人真的很难送礼，好难懂啊。大哥，司机大哥，你被告白的时候，你会想收到什么？不来电的话，什么都行了；不来电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我最惨，第2次出道。不过还好吧，第4次。你们已经很幸福了。不幸福。虽然说没有得到幸福，但你们的过程很幸福。幸福。你俩昨天还没睡好？我睡得晚，他先睡了。这个夜你也睡得着？他睡得老香了，说明还不够爱。还不够爱谁？爱村长。小鹿呢？什么感想啊？我人生百味，这个真的在岛上第一次体验了一半，学到很多，真的学到很多。但也没有学到很多吧，学会做饭了。饭是真学会了。以后你就是陆大厨。陆大厨。哎，对，就遗憾吧，我觉得遗憾。也没有说就是真的不开心。不是。什么风？把什么风放出去？去吧，什么风？去吧。去吧，去寻找你的生活的另一半吧。你在干嘛？怎么还赖着不走？哎呦，小蜜蜂，跟我一样倔，跟你一样倔强，碰到墙了还要硬撞，撞破南墙也不回头。走吧。你这样放着，他一会儿就走了。说表白会去哪里表白呢？我还想人家呢。晚上表白肯定是一个在特定的一个地点不？晚上我们就坐一块儿，我们默默的。我们可以解说，承受着所有。那我不承受，是你承受。我跟你讲。哇，谢谢您嘞。其实我挺好奇你看到时候的表情。不，你到时候肯定是啊，上面那个要是我该多好。我现在不是就这个状态了，是吧？我吃饱了。走。最后一次回家喽！有种舍不得的感觉。高一高。怎么天气也是阴暗的？难受，真难受。还是会有不舍。Hello， 哇，这么丰盛的吗？对，最后一顿饭了。哇，好好吃啊！天哪！来吧，给你们送礼物吧。来，女生的，女孩子，来。谢谢村长。希望你们女孩子都像水晶球一样包裹住你们，永远不受伤害，好吗？
这是想的词儿是吗？男生的是许愿瓶，希望你的愿望都能实现。谢谢。宁姐，有，到现在，谢谢。哇，好有心哦，还写了信呢。一佳，你这太感人了，我都流泪了。真的吗？太感人了，我的宝宝。一佳送我一封信吧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妹妹对哥哥说的话。看完信，其实真的非常感动，也很荣幸有她这个妹妹。一佳，哎，这是送给你的，因为我觉得你特别聪明，你像一个学霸一样在图书馆，然后希望你能不要再破碎，做一个快乐小狗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好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他拼的，真的你拼的，自己拼的。家人们，我给你们，就是女生，我给你们买了不一样颜色的口红，然后是妍妍的。谢谢宝宝。这里面是那个积木，所以我觉得你们男生肯定很喜欢这种，希望你们可以保持这种童心。那最后一个，我解释一下哦。这个龙虾，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搞笑，因为我们在岛上面嘛，就可能带一点海鲜回去纪念一下。但是在车上回来的时候，一家提醒我，其实龙虾还有另外一个含义，我觉得非常的棒。龙虾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情专一的一个生物，它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就是祝福所有人能找到那一位。也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长长久久。Yes。包的，谢谢。好吧，那咱们就坐下，咱们吃岛上最后一顿饭吧。好嘞，来吧。你说蔬菜，吃，我来的。谢谢。谢谢宝宝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你这样我要做什么？把工作抢走。给你吃好的。谢谢你啊，一眼看到，谢谢。你要说什么？啊？要说什么？谢。你知道我在这说吗？对啊，真怎么说？真是疯了。你要说什么？谢谢老公。客气。哎，睡觉起来不认人了。好。给你也准备了一个也有寓意的礼物。寓意的礼物。对。你把大家的人铺垫这么高，你都不送一个求婚钻戒，都好像下不来台。这个太夸张了，恋爱都没开始，求婚戒指，等会给你看。看看如果要打给他。忘怀。你要吃吗？会吃一口。是不是很甜？中毒了？你比较甜。这啥？鲨鱼。但我感觉很好吃。确实。家人。等会儿必须控制住情绪，千万别哭，你一哭我马上就哭了。我已经在镜子面前练习了好多遍了，希望能感动到你。你可以不用准备那么好啊。没啥，话里有话。说你们睡吧。来吧，咱们碰一个。可以。Yes。从我们最初的不熟悉，到现在，咱们相识相知，有人相爱，就希望岛内生活结束，回到现实，咱们还是一样，友情永远不会变，还是像在天命岛一样。好嘞，友情。来，干杯。岛上最后一顿饭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要不我先说吧，因为我其实是第一个来到岛上的人，我第一天其实话很少嘛，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就是聊一些话题。其实说实话，没有想到我会在这里收获这么多，会过得这么开心。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岛上我是最幸福的一个人，就是收获了大家特别多的温暖和友好，还有善意。其实我特别感谢就是燕婷。
你每次就给我做早餐，然后给我采花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岛上收到那种特别好看的花束，就是我人生当中收到过最特别也最感动的一个礼物。对。然后其实我也想跟你说，就是抱歉，因为我确实没有，就是能为你做一些什么事情。然后就是有一些时刻，就是会有一些逃避，就是闪躲你的情绪，对不起。这样的，不好意思，很感谢你，很感谢。